你有没有一种时候，人生不是卡关，是直接掉到地板底下？工作投了50份，回信只有2种，一种是已读不回，另一种是我们会再联络你，然后再也没联络。感情也是，你以为自己终于遇到对的人，结果对方只是来教你什么叫做人生体验课。那问题来了，当你已经低到只能捡别人不要的东西，神还会不会记得你呢？今天路得记2章1到7节，答案很猛。先快速讲背景。那时候是收割季，犹太人的法律规定，田边掉落的麦穗不要全部收光，要留给穷人、外人、孤儿寡妇去捡。换成今天白话就是，这不是正式工作，这是最低阶的生存模式啊！而路得现在就在这种模式里。他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，没资源、没背景、没人脉、没现金流，只有一个技能，把地上掉的麦穗捡起来。你听起来觉得很惨，对不对？但很多人现在不也是这样吗？你以为你在找人生方向哦，其实你每天都在捡一点工作机会，捡一点情绪稳定，捡一点别人的肯定，捡一点活下去的勇气。然后呢，经文第1句就出现一个超关键人物波阿斯，圣经形容他是大财主，也可以理解成在当地很有分量、很有资源、很有地位的人。翻成今天就是，他不是路过的路人甲哦，他是那种有能力改变你人生的人。问题来了，这么一位大人物，怎么会跟路得这种捡麦穗等级的人有交集？然后呢，经文说得很妙，路得去田间拾取麦穗，恰巧到了波阿斯那块田。恰巧，你以为是运气哦？但圣经很多时候最会用这种字眼，表面看像巧合，背后其实是神在排班。你今天觉得自己只是随便丢个履历，只是随便去一场聚会，只是随便回一通讯息，但神可能早就把那块田安排好了。然后波阿斯来了，他一进田里，不是先看业绩，不是先看 KPI， 他先跟工人打招呼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工人回答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这画面很有趣耶，这不是一般职场，这比较像什么？像你进一间公司，老板不是问你这礼拜产值多少，而是先跟你说，今天辛苦了，神与你同在。如果你待过高压环境，你知道这有多稀奇。现在啊，很多地方的气氛是进门先被电，开会先被砍，做错先背锅。但波阿斯的田里空气不一样因为有神的人，连环境都会变味道。然后呢，波阿斯看到路得，问工头一句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注意哦，他不是问他做了多少，他效率好不好，他背景硬不硬，他问的是他是谁。这句超暖，因为很多时候世界只问你有什么价值，神先问的是你是谁。你可能现在像路得一样，觉得自己只是个来捡剩菜的人，但在神眼中，你不是背景板，你是故事主角。这段圣经真正戳人的地方是，路得没有一出场就被高举，他先弯腰，先流汗，先捡麦穗，先默默活下去。但就在他最普通、最不起眼的时候神把他带到波阿斯的田里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你现在做的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，神不一定没看见哦，他可能正在用它带你走向下一个转弯。你现在可能也在捡麦穗，一点一点的撑家庭，一点一点的修复自己，
一点一点的重新相信明天。很慢，很累，很像没结果耶。可是别急，然后呢，波阿斯要登场了。但在他出现之前，路德先做的一件事，他没有因为自己低微就不敢出去耶。他没有因为眼前卑微就停止行动，他仍然走进田里，仍然弯腰，仍然捡。这就是很多人翻转的起点啊！不是你突然很强，而是你在最没人看见的地方还愿意忠心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不是鸡汤哦，是很实际的提醒。你的人生也许现在像捡剩的，但神可以把你带到被看见的地方哦。你以为自己只是去混口饭吃啦，结果神在那块田里替你安排了未来。当你以为自己只是在捡别人不要的麦穗，神可能正在把你带进下一段祝福的入口。